西游记6第9章，天宫诏安第10章，弼马温与齐天大圣。悟空打出幽冥界，忽被草绊了一跤，猛地醒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他揉揉眼睛，摸摸耳朵，金箍棒还在，披挂也还在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哎呀呀，吓死老孙了！原来是做梦，还以为真被勾魂了呢。他将梦中之事说与四剑将，众猴都来贺喜，叫道：恭喜大王，从此山中猴鼠皆不服阎王老子所管，可以长生不老了。一只小猴兴奋地跳起来，大王神通广大，连阎王都怕您。悟空哈哈大笑，捋捋毛发，心中暗喜，老孙果然神通广大，连阎王都要让我3分。却说那四海龙王与冥司秦广王各进表彰，将孙悟空大闹龙宫和幽冥界之事奏闻玉帝。东海龙王敖广哭丧着脸，陛下啊，那妖猴实在可恶，强夺我家定海神针，打伤我龙宫将士，还威胁要拆了我的水晶宫，请陛下做主啊。南海龙王也跟住哭诉，是啊，陛下，那猴子嚣张跋扈，说什么老孙看上你的东西是你的福气。秦广王也上前禀报，陛下，那猴王强销生死簿，搅乱幽冥界，把所有猴子的名字都勾掉了，这以后阴间还怎么管啊？玉帝览毕，龙颜大怒，一拍龙椅，岂有此理！这妖猴如此放肆，助龙神回海，朕即遣将擒拿。众天将齐声应道：遵旨。旁有太白长庚星俯伏起奏道：陛下息怒，且听老臣一言。上圣3界中，凡有9窍者，皆可修仙。乃此猴，乃天地育成之体，日月运就之身，他也顶天理地，福禄参暇，今既修成仙道，有降龙伏虎之能，与人何以异哉？太白金星捋捋白须，继续说道：臣启陛下可念生化之慈恩，降一道招安圣旨，把他宣来上界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，与他即名在路，拘束此间。若受天命，后再升赏；若违天命，就此擒拿。一则不动众劳师，二则收仙有道也。玉帝听罢，转怒为喜，抚须笑道：卿家所言极是，这猴子虽然顽劣，倒也是个可造之才。依卿所奏，即著文曲新官修诏，祝太白金星招安。太白金星领旨，心中暗道：这猴头虽然顽劣，倒也是个有趣的人物，待我好好劝他上天，免得再生事端。太白金星领了旨，出南天门外，按下祥云，直至花果山水帘洞。只见那花果山风景如画，瀑布飞流直下，猴群欢乐嬉戏，好一派世外桃源景象。太白金星落地，对众小猴道：我乃天差天使，有圣旨在此，请你大王上界，快快报之。小猴们闻言欢呼雀跃，奔走相告：天使来了，天使来了。一只小猴好奇地问：天使爷爷，天庭是什么样子的？太白金星笑道：天庭金碧辉煌，仙气缭绕，比你这花果山还要壮观呢。小猴们听得眼睛发亮，更加兴奋了。猴王听得大喜道：我这2日正思量要上天走走，却就有天使来请，真是想什么来什么。急整衣冠，门外迎接。悟空心想：天庭是什么模样？想必十分壮观，正好去看看，说不定能弄点好宝贝回来。太白金星进入当中，面南立定道：我是西方太白金星，奉玉帝招安圣旨，下界请你上天拜受仙路。悟空笑道：多谢老卿降临，老孙早就听说天庭壮观，今日终于有机会去见识见识了。即唤四剑将吩咐，谨慎教演儿孙，带我上天去看看路，却好带你们上去同居驻演。四剑将齐声应诺，遵命。大王放心去吧，我们一定看好花果山。众猴齐声欢呼，目送大王。悟空与太白金星纵起云头，升在空霄之上。悟空第一次腾云驾雾，兴奋不已，左顾右盼，赞叹不已。哇，这云彩软绵绵的，比老孙的筋斗云还舒服。老星，你这云怎么做的？教教我呗。太白金星笑道：大圣自有神通，何必学老臣呢？悟空挠挠头：也是，老孙的筋斗云一纵108000里，比这快多了。悟空与太白金星到了南天门外，正欲进门，增长天王领着庞、刘、狗、毕、邓、辛、张、陶一路大力天钉，枪刀剑戟挡住天门，不肯放进。增长天王喝道：站住！何人擅闯天门？悟空见状，眉头一皱，心中不悦。咦，不是请我来的吗？怎么又挡着不让进？悟空道：这个金星老儿乃奸诈之徒，既请老孙，如何叫人动刀动枪，阻塞门路？正嚷间，太白金星说道：悟空发狠道：
你这老儿怎么哄我？被你说奉玉帝招安旨意来请，却怎么叫这些人阻住天门，不放老孙进去？太白金星连忙解释，额头冒汗。大王息怒，息怒，这是误会啊！太白金星笑道：大王息怒，你自来未曾到此天堂，却又无名，众天丁又与你素不相识，他怎肯放你擅入？等你如今见了天尊，受了仙禄，住了官名，向后随你出入。悟空听罢略有所思，觉得也有道理，挠挠头。这么说来，倒也是，老孙在这天庭确实是个生面孔。太白金星松了一口气。大王明理。将进天门，太白金星高叫道：那天门天将，大小厉兵，放开路者，此乃下界仙人，我奉玉帝圣旨。天丁们闻言，这才让开道路，窃窃私语，这就是那个妖猴啊，看起来挺可爱的嘛。悟空这才随住太白金星进入天宫，但见金光万道滚红泥，锐气千条喷紫雾，33座天宫，72重宝殿，金钉攒玉户，彩凤五朱门，说不尽那仙家气象。太白金星领悟空来到凌霄殿外，不等宣召，直至御前，朝上礼拜。悟空挺身在旁，且不朝礼，但侧耳已听太白金星起奏，心中暗道：这些神仙规矩真多，老孙可懒得跪来跪去的。玉帝端坐龙椅，威严庄重，众仙势力两旁，气氛肃穆。太白金星奏道：臣领圣旨，已宣妖仙到了。玉帝垂帘问曰：哪个是妖仙？悟空这才躬身答应道：老孙便是。声音洪亮，毫不畏惧。玉帝微微一愣，这猴子倒是挺直爽的。仙卿们都大惊失色，窃窃私语，这个野猴怎么不拜服参见？折敢这等答应道：老孙便是，却该死了，该死了，太无礼了，简直是目无尊长。这下界妖仙果然不懂规矩。悟空听在耳里，心中暗道：这些神仙就是规矩多，老孙才懒得理他们。玉帝传旨道：那孙悟空乃下界妖仙，初得人身，不知朝礼，且孤恕罪。众仙轻叫声谢恩，悟空却才朝上唱个大诺，心中暗道：这些神仙规矩真多，不过看在玉帝老儿还算通情达理的份上，老孙就给他个面子吧。玉帝宣文玄武选仙卿，看何处少甚官职，助孙悟空去除兽。旁边闪过武许星君起奏道：天宫里各宫各殿，各方各处都不少官，只是御马监缺个正堂管事。玉帝传旨道：就除他做个弼马温吧。众臣叫谢恩，悟空也只朝上唱个大诺，心中欢喜，以为得了大官。嘿嘿，老孙终于有天官做了，不知道这弼马温是多大的官。悟空欢欢喜喜，与慕德星官去到御马监到任。他查看了文部，点名料马数，共有天马1000匹。那些天马个个神俊非凡，毛色光亮，见了悟空都亲热的蹭过来。悟空昼夜不睡，滋养马匹，亲自喂食，精心照料。他一边喂马，一边自言自语：这马儿真漂亮，比老孙花果山的马强多了。不过老孙堂骑堂弼马温，怎么干起养马的活了？那些天马见了他，明儿攒蹄，都养得肉肥膘满，十分喜欢这位新上司。一只天马蹭蹭悟空：新上司真好，喂的草特别香。悟空拍拍马背：好，多吃点，长壮实点。不觉得半月有余，一朝闲暇，众监官安排酒席，与他接风贺喜。席间美酒佳肴，众官推杯换盏，气氛热烈，恭喜孙大人上任。孙大人年轻有为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悟空听得心里美滋滋的，正在欢饮之间，忽停杯问曰：我这弼马温是个什么官衔？众监官道：官名就是此了。悟空又问：此官是个极品？众人道：没有品从。悟空眼睛一亮：没品，想是大智极也。心中暗自得意，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。众人道：不大，只唤作未入流。悟空一愣：未入流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众人道：莫等，这样官儿最低最小，只可与他看马。四堂尊到任之后，这等殷勤，喂的马肥，只落得道声好字，如稍有些汪雷，还要见责；再十分伤损，还要罚赎问罪。悟空闻此，不觉心头火起，咬牙大怒：什么养马的？他啪的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：这般藐视老孙，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，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？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意，岂是待我的？不做他，我将去也！呼啦的一声，悟空把公案推倒，耳中取出宝贝，
晃一晃，晚来粗细，一路解数，直打出御马监，进至南天门。众天丁见状，纷纷躲避。哎呀！弼马温发怒了，快让开，快让开！这猴子不好惹。众天丁知他受了先路，乃是个弼马温，不敢阻拦，让他打出天门去了。悟空边走边骂：玉帝老儿欺人太甚！老孙堂堂美猴王，竟然让我养马，这口气老孙咽不下。须臾，暗落云头，回至花果山上，只见四剑将与各洞妖王在那里操演兵卒，训练有素。众猴见悟空回来，都来参贺。悟空厉声高叫道：小的们，老孙来了！声音中带着怒气，群猴都来叩头迎接进洞天深处，请悟空高登宝位，办酒接风，都道恭喜大王，上界去10数年，想必得意荣归也。悟空道：我才半月有余，那里有10数年？众猴道：大王，你在天上不觉时辰，天上一日就是下界1年里，请问大王官居何职？悟空摇摇头，一脸郁闷。悟空摇手道：不好说，不好说，活活的休杀人！他叹了口气：那玉帝不会用人，他见老孙这般模样，封我做个什么弼马温，原来是给他养马，喂入流品之类。我出道任时不知，只在御马监中玩耍，即今日问我同僚，使之是这等卑贱，老孙心中大恼，推倒席面，不受官衔，因此走下来了。众猴听罢，愤愤不平，岂有此理！大王这么厉害，竟然让大王养马，这玉帝也太不会用人了。众猴道：来得好，来得好！大王在这福地洞天之处为王，多少尊重快乐，怎么肯去与他做马夫？即安排酒果接风，将椰酒满斟10碗奉上。悟空痛饮1碗，忽停杯道：我经济回来，要做个什么官号才好？四剑将奏道：大王在天上官封弼马温，今来家就称个齐天大圣，有何不可？悟空眼睛一亮：齐天大圣，这名字听起来威风。悟空闻说，欢喜不胜，连道几个好，好，好。他站起身来，意气风发，就替我快制个旌旗，旗上写齐天大圣4大字，立杆张挂。自此以后，只称我为齐天大圣，不许再称大王。众猴欢呼雀跃，立即动手制作旌旗。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！花果山上欢呼声响彻云霄。说罢竟学画表，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，更不知官衔品从，也不叫俸禄高低，但只注明变了。那齐天府下2司仙吏，早晚服侍，只知日食3餐，夜眠1榻，无事牵营，自由自在。悟空每日逍遥自在，好不快活。他躺在云床上，瞧着2郎腿，这才叫生活吗？比那天庭舒服多了。闲时节会有游公，交朋结义，见3卿，各老字，逢4弟，道个陛下，与那9曜星、5方将、28宿、4大天王、12元辰、5方五老、普天星象、河汉群神，俱只以弟兄相待，彼此称呼。悟空边走边打招呼：哟，老君，出去啊！嘿，天王，今天值班啊！众仙无奈，这猴子也太随性了吧！今日东游，明日西荡，云去云来，行踪不定。一日，玉帝早朝，颁布中闪出许金阳真人启奏道：陛下，今有齐天大圣日日无事闲游，结交天上众星宿，不论高低，俱称朋友，恐后来弦中生事，不若与他一见事管，庶免别生事端。玉帝点点头：爱卿所言有理，这猴子确实太闲了，得给他找点事儿做。玉帝闻言，及时宣召。那猴王欣然而至，道：陛下，赵老孙有何升赏？玉帝道：朕见你身闲无事，与你见执事，你且全管那蟠桃园，早晚好生在意。悟空一听，眼睛放光：蟠桃园，听说那里的桃子吃了能长生不老。大圣欢喜谢恩，朝上唱惹而退。他等不得穷忙，即入蟠桃园内查看。只见那园中桃树成林，仙桃累累，香气扑鼻。有的桃子粉嫩可爱，有的桃子紫纹相合，有的桃子层花干实。悟空心中暗喜，这差事倒也不错，老孙可以天天吃仙桃了。他摘了一个桃子，咬了一口，真甜，这可比花果山的桃子好吃多了。土地公公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，这大圣也太随性了吧。悟空边吃边说：老土地，这园子以后归老孙管了，你可要好好协助我啊。土地公公连忙点头：是，大圣吩咐。悟空哈哈大笑：好，这日子这才叫惬意。